存钱变成赔钱，银行比我们还穷。在这个越来越荒唐的时代，中国人的钱正在银行里安静地腐烂。一份来自日经的冷冰冰报告揭开了中国银行系统的伤疤，58家上市银行中，有47家净息差低于警戒线，比例高达81%。换句话说，这些银行的利润正在流血，他们的赚钱能力已经被房地产的崩塌彻底摧毁。净息差，这个本该支撑银行稳健经营的核心指标，正在中国系统性的塌陷。过去，它象征着信贷体系的健康，如今，它成为银行亏损的尸检报告。什么是净息差？简单讲，就是银行放贷赚来的利息，减去支付给储户的利息，再除以他总共借出去的钱。这个数字本来应该越高越好，代表银行越有利润。但根据2024年日经亚洲的最新统计，中国58家 A 股和港股上市银行中，有54家的净息差出现了同比下滑，占比高达93%。其中47家，也就是81%的银行净息差跌破1.8%的红线。要知道，2019年疫情前，这个数字只有6家，占比仅1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银行正在大面积失血。他们不再是靠存贷息差赚钱的稳定机构，而像一台台被拖走电源的机器，靠惯性运行，勉强续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根源在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，加上企业不敢借，居民不敢花，这让贷款利率持续走低，而银行又必须向存款人支付利息，最终导致利润空间被压得几乎为零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更残酷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银行业平均净息差仅为1.52%，再创历史新低。不仅比1.8%的警戒线低了整整0.28个百分点，还比去年又下滑了0.17个百分点。在这场逐渐沉默的游戏中，最危险的不是看得见的亏损，而是看不见的风险。日经援引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警告，借款人的风险并未反映在利率上，意味着不良贷款正在悄然膨胀。据估算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银行体系的潜在不良贷款率或高达7.8%，这已经不是高风险，而是系统性雷区。而你或许会说，北京不是说不良贷款率才1.5%吗？对不起，那只是表面数据。分析人士普遍指出，中国银行资产评估机制缺乏透明度，坏账往往通过展期、置换甚至掩盖方式被压下去，真实的不良率远比官方统计可怕。尤其是那些被收购、被合并、被掩埋的小银行，他们账面上的坏账率甚至可能超过40%。如果你留心新闻，就会发现2024年以后，银行吸收合并成了中国金融界最频繁的动词。辽宁农商银行一次性吞下了36家农村中小银行，顺德农商行也在2025年初宣布，要吸并深圳龙华新华村镇银行等多家机构。这一切不是壮大，而是清理尸体。这些小银行早已资不抵债，只能被大行接盘。好看一点叫优化资源配置，难听点就是金融殡葬。要知道，这些村镇银行常年给房地产商、地方政府放贷，早已深陷房地产泥潭。一位地方银行前职员透露，我们账上40%都是坏账，但不能公开，一公开就挤兑了。银行苦，不仅苦在数据上，更苦在人的身上。2024年财报披露，42家 A 股上市银行中，有33家管理层薪酬同比下降，占比78.5%。曾经动辄年薪100万、1000万的银行高管，现在也要面对绩效倒挂。其中，长沙银行高管降薪最狠，从1411万缩水到248万，降幅达82.4%。
而中国银行业高管平均薪酬也从2014年的110万元降到2024年的约80万元。这不是共同富裕，这是集体坐牢。一位银行从业者直言，现在做银行跟做苦力差不多，绩效永远完不成，薪水一砍再砍。银行的信心崩了，客户的信心还会远吗？2025年5月20日，中国多家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利率，1年期定存利率降至 1.35%，3年期甚至只有 1.45%。老百姓的钱放银行，不仅跑不赢通胀，连保值都做不到。储蓄变缩水，理财变雷场，楼市变深坑。你还能把钱放在哪里？中国人擅长储蓄，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储蓄越多，亏得越狠的时代。现在银行已经不再是稳如泰山的象征，而变成了一个风险聚集地。连银行自己都开始慌了。高管们降薪，分支机构被合并，业务模式被重构，甚至开始裁员。据中信证券研报，2024年银行业裁员人数已超过10万人，2025年裁员趋势仍在加速，尤其是地方性银行、城商行、农商行。内部人士透露，不少员工在2025年春节前被通知解约，赔偿方案是 N+1， 而 N 只是1到2年的工资，甚至有员工收到劝退不赔偿的通知。一边是净息差持续下滑，贷款利率一降再降，另一边是存款流失，民众把钱转移到理财、货币基金或者直接消费掉，因为没人相信未来。更严重的是，银行的钱越来越多地投向了看起来不会违约的地方国企、平台公司，却实质上是新的债务陷阱。据国家审计署公布，2024年上半年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余额达到了76万亿元，占 GDP 的比重超过 50%。其中，大量贷款来自银行系统，背后的担保是地方政府。但这些平台大多是空壳，收益为零，贷款永远靠借息还旧，一旦地产断血，财政收入骤降，整个系统就可能崩塌。曾经风光无限的恒大，如今资产贬值，债务黑洞。而恒大的贷款大多来自银行。类似的还有碧桂园、融创、泰禾这些企业，一旦暴雷，银行不仅收不回本金，连利息都成了梦。我们不是在听一场经济学讲座，而是在见证一场金融地震的预演。一旦银行的信心被摧毁，储户恐慌性挤兑，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曾经的包商银行事件不过是一个前奏。那年5月，内蒙古包商银行因风险过高，被央行和银保监会接管。随后的几个月内，多个村镇银行陷入兑付危机，储户维权事件频频上演，甚至一度演变为红马维稳，让维权者寸步难行。如果说包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，那么现在更多骨牌已经摇摇欲坠。银行不是孤岛，它连接着企业的信用、家庭的资产、地方政府的财政，甚至是中国经济的稳定器。一旦净息差持续破线，盈利能力大幅下滑，银行将失去扩张能力，只能收缩业务、压缩放贷，最终拖垮整个信用循环。也就是说，银行的问题不是银行的问题，而是中国整体经济的问题。你可能会问，央行不能救吗？降息不就好了？但现在的现实是，降也不是，不降也不是。中国人民银行在2025年已经多次降准、降息，但市场反应寥寥。贷款利率再低，没人愿意借；存款利率再低，大家照样不消费。这就是流动性陷阱，钱多但无用，利率低但经济冷。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效，已经不是理论，是现实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没了。年轻人不敢花钱，中产被房地产套牢，企业不敢扩张，
政府财力紧张，出口又被欧美关税围剿，钱已经变得毫无效率。而银行作为钱的中枢神经，首当其冲地暴露在寒风中。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永远是最后倒下的。如果连银行都出问题了，那就真的不是周期性调整，而是系统性风险。而今天的中国正离系统性风险越来越近。银行危机的背后是楼市危机、信心危机，是一个持续透支未来的经济模型正在崩塌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，主要指房贷，同比下降 42%， 创下有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。而房贷收入占银行利润的大头，房子卖不动，银行的钱也回不来。更糟的是，老百姓不仅不买房了，还在提前还贷。据建行、工行等银行内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1月至4月，仅这2家银行就收到超9000亿元的提前还贷申请。提前还贷意味着利息收入缩水，贷款余额下降，银行资产负债表压力陡增。这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，利差没了，利润没了，客户跑了，贷款违约率上升，高管降薪，员工裁员，小银行直接消失。而官方发布的是金融体系稳定、银行运营稳健的宣传稿。中国的银行正走到悬崖边上。